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满幸福新家第21季第6集。小新又在设计自己的恶作剧，面对好基友的好奇，他表示这次弄了个会爆炸的笔。眼镜仔有些疑惑，他没有听说过，不过这不要紧，他马上就能体验到了。这都是些小把戏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学校教职员工会议气氛愉快，原来是小新在里面充了笑气，见他们笑得没力气了，又换成了一氧化碳，眼看没命了，又切换成笑气。校长去上厕所，那怎么能没人围观呢？老师要去上课，就先问问这些球答不答应。不过重点整蛊对象还是校长，直接梅开2度，把他车子发动机给升天了。就在小新鞠躬感谢同学们的欢呼时，校长来到他的身后，让他赶紧把发动机弄回来。小新很听话，几枪下去，发动机确实下来了，不过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。坏孩子最终还是得到了惩罚。小新将滑板擦锃亮，但他心里却不服气。校长听到这小家伙的咒骂声，将他带到了办公室。校长表示自己是不会记仇的，因为整蛊他的人，小新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，甚至都不是其中整蛊的最好的一个。小新很惊讶，还能有人坏得过自己。他迫切想要知道壮士是谁，但校长无论如何都不打算告诉他，直接打开门将他赶了出去。门外眼镜仔正在等着他，小新将自己听到的事情告诉了他。这小子脑子里立马浮现出那人的助手，人高马大，指哪打哪，当然和眼镜仔一样，他也戴眼镜。不过想象终归是想象，眼镜仔是远远做不到那么强壮的。为找到自己的偶像，小新翻阅了往期的校报，还真让他看出了一些端倪。他叫来妹妹，告诉他在10年前，校报暂停出版了整整2周，而且校长在空档期前后完全是2个人，之前是帅气活泼，之后是呆板木讷。新小妹也觉得这2周一定发生了什么，才会把校长从酷毙变成苦逼的。小新断定这就是终极整蛊王做的。这时新小妹发现校长旁边还有一张照片，仔细观察后，兄妹俩认出了这是威力，然后小新就兴冲冲的跑去找他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威力也不打算说实话，但在小新的询问中，他说漏了嘴。原来在那个小子出现之前，他是个游泳老师，多年前这学校有个游泳池，他也是个热血的年轻游泳教练，教美国年轻人学习阿拉伯爬泳。那确实是一群有天赋的学生，他们都进了洲际游泳比赛决赛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蠕虫之夜来临了。那时的校长还是个体力充沛的帅小伙，他每天都去游泳池游泳，那天也不例外。因为是每天的惯例，他并没有朝下看，等跳到空中才发现泳池都是蠕虫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这时一个黑影出现了，他启动了游泳池关闭按钮。尽管校长已经努力向岸边游去，但他速度太快，他被关在游泳池。就这样，校长被关了一整个周末。星期一是教师发展日，所以直到周2他才被救出。之后他就变成一个扭曲的怪物。也是从那时起，威力从游泳教师变成了清洁工。听完了整个故事后，小新更加好奇了。威力也没有隐瞒，告诉他那男孩名叫安迪·汉密尔顿。得知了偶像的名字，小新搞到了住址，于是又带着好基友前来找他。眼镜仔觉得贸然上门可能不是个好主意。接下来小新的遭遇也验证了这一点，门铃和手上都涂满了胶水，头顶上还有一群鱼等着他。但小新没有觉得怎么样，反而对见到能让校长吃虫的人感到荣幸。安迪很遗憾，当年的恶作剧都不能传到网上，不然的话就可以成为好多人的快乐源泉了。说着，他又拿出薯片请小新吃。经过刚才一系列的恶作剧，小新也留了个心眼，询问安迪里面是不是会有弹出来的假蛇。安迪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连连否认。既然人家都这么说了，小新又表示信这一回，哪知里面是一条真蛇，虽然已经拔掉了毒牙，但他还是用牙龈将毒液蹭到了眼镜仔身上，然后这孩子就一觉不起了。得知小新想要成为下一个自己，安迪向他展示自己曾经的辉煌战绩：健身课的捕兽笼，自动饮水机上放火，还有在国际航班上假装突发心脏病，最后还让一个小妞错过了自己的婚礼。回到家后，小新迫不及待向妹妹分享安迪的故事，还说他现在天天在家回忆自己之前做的恶作剧，然后等他的妈妈回家给他弄吃的。听了这些话，新小妹判断出这人就是个窝囊废。虽然小新立刻反驳了，因为他和安迪是一类人，甚至安迪还教他将墨水放进了洗发水里。妹妹否认安迪就是否认自己，但新小妹没有改变自己的评价，就是个窝囊废。这下小新也没辙了，于是就给自己搬救兵。不料新小妹一番话让新爸也哑口无言，小新只得下楼在妈妈那里寻求安慰。老妈，如果你关心人是个窝囊废，但他自己不这么觉得，你会怎么办？新妈转过头看着儿子，你说的是你爸爸。小新表示他虽然也是，但自己说是别人。新妈的脸色又缓和了下来，告诉儿子，如果是真的关心，就得适时纠正其生活的方向。新妈虽然能够教导儿子，但却没有办法将自己的心态放平。她这几天也过得挺闹心。这天，新妈又在家开茶话会，镇上有小 baby 的妈妈都来到了家里，原本放着音乐，拍着手，气氛很好。不料当新妈端出点心时，大家都变了脸色。阿普的妻子满是难以置信，氰化物，你怎么能做这些东西？新妈也很委屈，说这些都是在阿普的快易买的。谁知这并没有打动阿普的妻子，他还说自己宁可喝恒河水，也不吃新妈这点心。妈妈们表示，如果新妈不够硬
健康食品，他们就不让他参加下午茶点活动。说完，众人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。自从被妈妈们除名之后，亲妈就立志消灭所有垃圾食品，于是她让他们都堆在了院子里，一把火下去，将他们全都烧了。眼见自己的宝贝着火了，辛巴难以接受，无奈智商有限，拿出了奶油灭火，结果就是越扑越火，最后还炸了。为了告别垃圾食品，辛巴带家里人来到农贸市场。辛巴很不喜欢这里的环境，没有薯片，也没有汽水，但反对无效。辛巴表示以后都得吃这些。结账的时候也有些不愉快，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健康食品能卖到800多美元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的保质期也极其短暂，刚结完账，水果蔬菜就坏掉了。这天，妈妈们又来到了辛普森家，放着儿歌，看孩子们转圈圈。这时，辛妈端出来准备好的健康甜点。面对妈妈们的刁难，辛妈早有准备，见大家都吃得很愉快，她也很高兴。就在此时，她姐姐问她，涂在纸碟里的黄油里面含有多少奶脂？辛妈很高兴地表示完全不含，因为用的是不粘纸碟。这下可把妈妈们恶心坏了。不粘纸碟里含有全氟辛酸化合物，而且还有一种东西比它的毒性更大，那就是含有 BPAS 的塑料。巧了不是，就是孩子们此时用的杯子。他们连忙抱起孩子，直接上了门外的急救车。晚上，辛巴回到家中，大声呼唤妻子，却听不见回应。打开卧室大门，才发现他在吃自己的存货，这让辛巴欣喜万分。他之前认为只有自己才抵挡不了垃圾食品的诱惑，能知道妻子也有共同爱好，真是太棒了。于是两人达成了共识，只让孩子们吃得健健康康。接着主线剧情，这天安迪又带着小新恶作剧。小新早没了刚开始的兴奋劲，他问安迪是否一辈子都要这么过，像一个10岁的小孩见喷漆。安迪很不高兴，他表示自己会还的，等拿到补助金之后。小新有些生气，他说的根本不是这个问题。他告诉安迪自己能够帮他找份工作，因为之前在法庭上做了伪证，小丑阿可还欠他一个人情。果然，小丑一见到小新就分外热情，虽然记不起他的名字，但还记得他的恩情。得知恩人需要自己帮忙，阿可连提了好几个不能满足的条件。好在给安迪找工作并不在其列，于是他顺理成章成为了阿可的第2助手。这并不是一件好差事，仅就拿开车送阿可来说，就需要躲避所有他搞过的人。这些人散布在镇上的各个地方，就当个司机，却像是在春田镇上演神庙逃亡。这天，兄妹俩在家玩投币，新小妹突然问道：“安迪今天开始上班了吧？”“是的。”“那他为啥还站在我们的车道上？”小新大吃一惊，忙去询问安迪：“你不是应该在工作吗？”安迪说自己的确去了，但他受不了小丑颐指气使的样子，于是又撂担子不干了。小新简直不敢相信，他只坚持了1天。安迪说自己也不是一无所获，他在来的路上发现有苍蝇的冰块，这难道不是一个绝佳的恶作剧道具吗？小新却没有心情跟他贫嘴，他这么用心帮安迪，却被他给搞砸了，气都不打一处。新小妹也不让他好过，骑着自行车就比划着窝囊废的手势，被哥哥呵斥之后，他就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你俩是牛人，大牛人，我长大了一定会想嫁给你们这样的大牛人。”小新没有放弃安迪，他又将他带到小丑那里。安迪也向他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再炒老板鱿鱼。这次安迪真的做到了，他坚持整整1个星期。为了表扬他，小新也给他带了礼物。这时，一个货车司机向2小孩问路，他想知道6号台怎么走。安迪和密尔顿有个快递，看着车上印着蠕虫，小新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他急冲冲地跑到了演出现场，就看到小丑正站在高台上准备往下跳，而下面正是满满的蠕虫。他还说自己要跳到这清澈的水里，这下把小新给吓坏了，连忙顺着梯子爬了上去，在小丑即将降落的时候及时抓住了他。小丑令他马上放开自己，但小丑态度坚决，他不愿小丑成为第2个校长。然而一个10岁小男孩的力量终归是有限，即使小新再想拯救阿可，他最终还是掉了下去。阿可冲出虫面之时，并没有精神错乱，反而开玩笑对大家说，他想要的是温水，不是虫水。都有台下小朋友们哈哈大笑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安迪的主意，他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助手一跃成为阿可的新编剧。安迪很感谢小新让自己相信他也能够变得成熟起来，还说自己恶作剧时代已经结束。但此时小新却高兴不起来。这时一位女士找到了安迪，看样子他的幸福生活就要开始了。新小妹在家里看着戏剧性的一幕，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评价 ：loser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在安迪自食其力开始工作之时，其实就已经摆脱 loser 身份。作为一个不爱学习的学生，似乎长大以后注定会成为一个废人。但即使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。改变命运并不在于之前没有做过什么，而在于当下及以后要去做什么。比如安迪，如果他不出去工作，就不会明白自己的恶作剧除了带来伤害，也可以成为工具，给人带来欢乐，从而改变自己坐吃山空的命运。这也体现了凡事都有2面性，同样的事物可能换个场景，所起的效果也许会截然不同。用辩证的方法看待问题，有时候比将自己固定在一种思维里，活得更加灵活自在。如果安迪继续回去给阿可做助理，可能他一辈子也不能收获快乐。安迪很幸运遇到了帮助自己的小新，得到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喜欢的人，但要想拥有这一切，
且最需要的还是走出舒适圈的勇气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